这手牌我在猜应该是不会有人开。好，C2位筹码最多的开，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点错了吧？不可能他嘛就是点错，要不然他就是个，不是这不行啊，不是没有人，不是啊，这连我阿嬷来都知道60不同的话不会跟啊。这手牌我猜 AJ 加注 J4 梅花，我不确定会不会抵抗，我猜很边缘。J4 梅花应该是一个差不多12同花应该就确定不抵抗啊。然后93这个7、8同花的3-4下注我不是很喜欢啊。我觉得它是筹码很多，它加注范围很宽，但是我会希望不会是同花连牌啊。同花连牌的概念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价值很低，它没有阻挡牌，然后你的 SPR 就不够嘛。你有没有阻挡牌嘛？你被跟住了，当然你现在是运气不错中了一个7，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吧。我会认为他没有道理 check， 没有道理的 check 是因为3-4下注的范围跟被跟注3-4下注的范围来说，加注的玩家应该会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100%的下注吧。很有意思的转牌啊，我觉得对上小盲位的范围是很好的，对他实际上的手牌也是很好的，但是他需不需要炸？他如果认为他这边 all in 会让8899弃牌，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你说算炸胡吗？也就是这叫什么很高赢率手牌的下注嘛，它算是炸胡，也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被比他更弱的牌跟。有没有机会被他比他更弱的牌跟啊？2张红桃的手牌可能有机会，但不管怎么样，他确定的是，就算被跟住，他都不会太糟。第一个就是他都有机会凑成2队啊，再来就是直接同花的 odds， 所以我认为 OK 啦，都有接近30%嘛，14个 odds，5张跟9张差不多。这个我也是看不大懂，不是这个没有道理耶，这个 UTG 短筹码加注，你选一个 K5， 我没有办法接受。KK 应该不会考虑跟注，我觉得不是说不行啊，但我觉得 KK 会是一个以策略来说，我猜会是一个高于50的下注。他如果今天是我认为 bottom 位的话，他还可以透过跟注来保护他一些过宽的加注范围。但我认为他的前位，他不用选择去跟注这个 KK， 因为他也预期了大盲位的玩家很高频率的会扣他的 all in。这个K2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啊，这应该很多玩家搞不大清楚，筹码期望值是跟奖金期望值的策略差异啊，麻烦大家期待我的 ICM 课程。60同花，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跟注啊，算明确。我认为有机会翻牌中顺子的同花的牌，应该都是一个跟注，所以他今天可以考虑弃牌的范围可能是15同花以下 ，J6 同花，J6 同花以下，我觉得应该 J6 应该对上后卫应该都还是会跟啊。这个翻牌是没办法继续的啊，就算你有后门花后门顺。16梅花，我在猜没办法继续。我一讲完他就给你加注啊。对于10J 黑桃来说，不会有弃牌的选择是确定的嘛？他要不要再有一个再加注的策略？我觉得可以有，也可以不要有。原因是因为他有位置的优势，我就说了，电脑都会告诉你跟注多一点。重点是，如果说今天台面上有，譬如说2张黑桃，然后他今天有2张黑桃，那我觉得更好。原因是因为第一个高 ICM 的情况下呢，他希望他的赢率高一点，再来就是他有更多的炸可以找得出来，比如说2张黑桃嘛，最直觉，他不一定要双头顺啊，他可以是18黑桃，他可以是2张黑桃。也就是说，当我今天要再加注的时候，我会希望我的手牌范围是我的99跟44，我永远都加注，但是同时我也找到炸啊，最直觉的炸我就是双头顺跟2张黑桃，就是买花的组。所以当今天是彩虹面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觉得彩虹面你的炸我就不会很多嘛，你真的再多一点啊，卡顺啊 ，KJ K10 18啊，不会再多了啦，多不了了啦。我很好奇的是，我发现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打这个决赛桌是走一个筹码期望值的策略。我现在在那边讲，如果下次我再进到这个决赛桌，我跟大家保证，我跟大家发誓，我直接表演一个不在乎 ICM 只赢冠军，然后我可以用证据来证明，用我的范围来证明，什么样叫做只想赢第1名。不在乎钱，但我觉得以我第一次打决赛桌，我觉得以我那一天我自己回顾的状况，我很确定我所有的东西有比较紧的东西，也都是属于在这个奖金期望值，也就是考虑到 ICM 的情况下的正确决策。不管是翻牌前的99弃牌被3-4加注弃牌，或是bottom位的44 20个大盲直接弃牌，非常的确定，我都可以有电脑软体的范围来做一个证明。我认为这个都是在合理的这个范围内的策略。那当然，我今天可以99 all in，或者是说8成位44 20个大盲直接 all in。那当然这都不是错误，但我觉得如果之后要走一个所谓的筹码期望值，就可以
找个机会表演一下。基本上我打金手链啊那场777我赢金手链，我就是这样在打。当然我不是马后炮说我赢冠军我才这样讲，事实上我有录音档嘛，所以我会做一些调整，不是因为我要走 ICM， 而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对手会走奖金期望值，也就是走一个 ICM 比较紧的策略，所以我的预设的策略，就算我要走去 BB， 就算我要走筹码期望值，我打得很松，我还是要稍微的缩紧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在乎 ICM， 而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对手在乎 ICM， 所以我要打得比较紧。这个逻辑大家应该听得懂。所以我的范围以决赛桌来讲还是相对宽的。请问一下，我赢第一名有一个10万加10万多加金手链，跟我赢第2名跟第3名3、5万、5、6万，对我来讲是没有太大意义嘛？对我来讲，你看我有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好的曝光的机会，这个价值一定是高很多。我去在那边给你在那边给你等一个 pay jump， 等一个奖金差多少钱，或者省一个，对不对？让我可以多1、2万美金，对我有个屁用，一点屁用都没有。但实际上，如果说这个 Super Millions， 我当然也可以做一样的角色，但我觉得这个代价会稍微高一点，这个不是1、2万的代价，这可能是更高的代价。那我觉得，如果说我没有进到这样的决赛桌，我不想要第一次就把它搞砸，也不是说搞砸，就觉得事后会后悔。那我觉得以我现在很明确，就是 OK， 我有打过第3名，那很简单嘛。我请问一下，我在打到这个决赛桌，我打到第3名，那只要是能让我有机会拿到前2名，那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或者是这个状况比我想象中还好。所以我下一次我直接跟大家讲哈，如果说我下一次走到这个决赛桌，我还在打一个所谓的奖金期望值的话，每个人发鸡排喝珍奶，我请客，直接跟大家讲，不会再贵了。但我觉得第一次打，就好像说那些人打，我们上一次讲什么？上一次是讲那个主赛决赛周嘛，每个都怕的要死。当然我不会说你看你们都怕的要死，我不会怕，不是嘛？如果我今天打到一个这么大的决赛桌，对不对？不是说怕，而是说打一个很被动的策略，对不对？bottom位88都弃牌这样子可以吗？我就算我打得再保守，bottom位我可以接受你4-4-5弃牌，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66以上 ICM 策略跟筹码期望值策略都是正1B 的 all in， 那就代表说你这个弃牌就不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弃牌，你是因为害怕而弃牌。但是我之前打比较紧，我都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是 ICM 的策略，就bottom位20个道门就是要弃牌嘛。那连那个主播都不知道，那就说这个在bottom位4弃牌，这个好像他好像觉得我打错，不是嘛？就不是嘛？我就有软体可以证明，但我也不想要去教他，对不对？我教他我有什么好处？我也没有收他学费，他也没有付我学费，所以我不会去教他嘛。我很明确知道我的策略，我要走哪一个策略，我的差别是什么，我要选哪一个。我觉得我选的都是正确，至少我自己回顾都是。这个55在大盲位只会有跟注，不会有其他选项，不会有 all in 的选项，除非是猎人赛然后奖金很大，那我可以接受。这个没有任何的理由，也没有到任何理由。如果桌上有2个筹码比80万来的少，那可能是一个理由，但就没有，它就是筹码就是基本上就是跟最后2名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他就没有道理去给压力啊。我猎人说有压力，但是没有那么多。翻牌，我觉得 KJ9 的翻牌，我认为前卫的位置是一个100%的持续下注，我绝对认为这个没有道理夺牌，绝对没有，而且是一个全范围的下注。然后转牌的大尺寸下注，我觉得也是没有道理，就是没有道理。QQ 这个情况下应该也是一个，我觉得只有 QQ 跟实会有嘛，只有 QQ 会是一个范围里面，如果真的要找 check 的话，是唯一一手牌。但我认为，如果他今天是一个22到77A10 AJ AQ 90同花，应该都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下注。但我觉得 QQ 合牌面对下注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不在乎你下注多少，就应该蛮怕我也是要跟注。你 check 2次绝对没有道理 QQ 被炸掉，绝对没有道理，除非他直接 all in 我觉得你直接 all in 你赢了，3个怕 all in， 4个怕 all in。QQ 可不可以打？我觉得 QQ 可以下注他有机会有334466会跟注10J 会跟注。我觉得 QQ 如果在这边我会下注一个，我觉得半个底池以内，我觉得都是不错。他如果今天贪心一点，我觉得他可以下注到2/3，但我觉得不会比2/3更多。我认为预设期望值最高的策略应该是容易被跟注的策略，那应该是半个底池以下，也就是135000，应该是136000到这个我觉得太难被跟注了，或者是说太难被比他更弱的牌跟注。当然他觉得他就是，我认为对方有 J， 可能都会自己价值下注，希望被99实质跟注。所以我觉得当对方都 check 的时候，我觉得很高的频率是连 J 都不会有。那连 J 都不会有的话，你真的觉得6677下注满帕跟下注1/2，你真的觉得满帕的期望值有比较高吗？我觉得没有。
A9 同花应该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我觉得可以跟注，可以弃牌。3次下注的话，很明显的3次下注弃牌哦，所以他这边直接弃牌绝对是一个，反正就是大家只要知道你在决赛桌你不确定怎么样的时候，你就想说，如果我在筹码期望值的情况下，这手牌怎么处理啊？如果说你觉得也有时候会跟注，有的时候会弃牌啊，那就是 ICM 考虑一下啊，就是弃牌啊。就这么简单，你就是走保守的那个方向啊，绝对不会是错的。那当然，如果说你连保守的策略是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那你就要先学。翻牌是什么？翻牌是有下注的啊，翻牌1/3跟注转牌，很明显的 check check， 合牌应该也是个 check check 啊。我觉得 K9 就是不能下注，对手太多 KJ、K10 同花、K10 不同花、KJ 不同花，甚至是一些2张方块啊，2张方块基本上你也不会赢，合牌也太重，所以我认为合牌下注至少是2对，或者至少1对的话，至少要 A 的对子啊。如果是他今天是 A10 不同花，我觉得是一个价值下注，但如果比 A 还要更弱的一个对子，应该都是一个很明显的 check。这手牌我在猜应该是不会有人开。好 ，C2 位筹码最多的开，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点错了吧？不可能他嘛就是点错，要不然他就是个。这个没有道理，你告诉我哪一个人在小盲位面对筹码最多的玩家，他加注他会跟一个16不同花？你告诉我，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个一定是点错，要不然就是这个，不是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不是，这不行啊，不是，没有人。不是啊，这个连我阿嬷来都知道60不同花不会跟啊，不是怎么能跟？不是你如果拿60不同花3B， 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我尊重你很强，你3次下注我可以接受，但你不能够跟啊！你在大盲位跟我也能够，你知道吗？我会说差了一点啊，这个手牌不是抵抗的范围，但是我能够理解，但这个我不能够理解。这应该也都是这个有谁能开的？这个没有人开啊。这把牌比较有意思的状况是，button 会不会开？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不会不开哦，这就很奇怪。你看他刚刚拿一个 A8 同花 all in， 然后他现在 A4 不同花在button 位他不玩，这个我就不大懂。这个就是要一半一半啊，这个就是要奖金策略，又要筹码期望值策略，要一个又不要一个，我不懂他在干嘛。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小盲位啊，我很确定小盲位这个打很松的，他会不会考虑20个大王直接 all in？ 我觉得不会选到3、4不同花。如果是3、4同花，我觉得好一点。我觉得他这个弃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因为他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同时还有1、2个，比如说10个大盲，就是50万以下的，那我觉得他这样做，任何2张牌 all in，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但不是这个状况，也不是他自己拿3、4不同花，手牌不适合，加上情况不适合。